隐形杀手肺栓塞，肺栓塞要记得3大警讯：喘不过气、突然间胸痛、单脚水肿。长程的航程里面没有起来走动就会造成肺栓塞。Hello， 各位关心身体健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unny， 欢迎来到今天的谁来查房。那今天要聊的是一个隐形杀手，可能会危及生命的肺栓塞。我们就请到了心脏内科的高瑜程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高医师能不能先用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肺栓塞？肺栓塞，就是所谓的肺动脉栓塞。就是心脏往肺部的血管被血块堵住，或者是被肿瘤堵住，造成血流受阻，那引起的这些症状，我们称为肺栓塞。通往肺部的高速公路上有东西被路障挡住了，血流过不去，身体就吸不到氧气了吧？那如果发生这样的塞车的事情的话，病人通常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最常见的感觉其实是呼吸困难，病人会觉得很喘。有些人会胸闷，甚至是会胸痛，严重的话还会休克。请问一下高医师，什么叫做休克？休克的话，就是我们的身体呢各个器官跟组织呢，它的血流跟血氧的供应是不足的，那造成这个身体的器官受到损伤，我们称之为休克。是的，是的。所以肺栓塞要记得3大警讯，第一个是喘不过气，第二个是突然间胸痛，那第三个是单脚水肿。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要特别小心。那高医师，那为什么只是血管塞住，可是却会危及生命呢？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呢，是经由血液呢送往肺部，那经过交换之后呢，再回到心脏。但是在这个心脏往肺部的过程中间，如果受到阻塞，气体就没有正常的交换，那就会有缺氧，然后会有这些呼吸困难等等的情形发生。是的，那这听起来真的是超级危险的。那我听说有些人好像搭完飞机之后就会发生肺栓塞，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俗称的所谓的经济舱症候群。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如果呢在这个长程的航程里面呢，没有起来走动那脚呢都是长时间呢处在不动的状况之下，深部的静脉可能产生血块，而这个血块呢，它顺着血流回到了肺部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肺栓塞。所以如果水流不动就会长蚊子，那如果脚不动、血流不动的话，就会长血块。那既然叫经济舱症候群的话，不知道如果我们升级成豪华经济舱，甚至是头等舱这样子，有办法去预防这样的状况吗？其实呢是跟什么舱等没有绝对的关系是跟我们在坐飞机的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些习惯性的活动有没有增加是有关系的。如果一直坐着不动，不管是什么舱等，结果是差不多。主要是你都在这个舱里面呢，能够定时的起来走动，那能够维持血液的循环，那这样子会改善，减少这样发生这个血栓的机会。是的，所以在这边就帮大家就是总结预防这个肺栓塞的一个3大心法，就是多起身、多动脚，然后再加上穿弹性袜，不要让自己像就是雕像一样坐着不动。那高医师除了这个搭飞机以外，就是还有什么样的人是肺栓塞的一些高危险族群要比较小心会发生肺栓塞呢？其实除了搭飞机之外，我们如果日常的生活长期没有在活动的病人或者是说他有经历过重大的手术尤其是骨头方面的手术，或者是他是有癌症的病人，或者有经过荷尔蒙治疗的病人或者是他是比较肥胖老年的女性等等，都是一些风险。那最后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高医师，如果我们今天不幸的发生了肺栓塞的话，那我们现在医学上都要怎么去治疗呢？肺栓塞呢，在初期有症状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及早发现，在还没有休克的时候就进行治疗，主要是经由抗凝血剂的治疗，无论是注射或者是口服，都是以抗凝血剂治疗，然后减少血块再产生，然后借由人体自行修复的能力呢，将这个血块呢移除。如果是进到所谓比较严重的已经休克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血栓溶解的治疗，甚至是要进行这个侵入型的手术，甚至是导管的治疗等等。了解，所以就是不管是用药物或是手术，把这挡住血流流向肺血管的这个路障，把它给清除掉就对了。那今天非常感谢高医师今天用这么清楚简白的方式跟我们分享肺栓塞的知识。
那下一次又会轮到谁来查房呢？我们敬请期待。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